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一位健康专家说，晚餐的作用1/4是维持生命，3/4是维持医生的收入。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，很多疾病的发生原因之一就是来自晚餐不良的饮食习惯。晚餐吃错了，以下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来。1. 晚餐易肥胖。据统计， 90% 的肥胖来源于晚餐吃得太好，吃太多，加上晚上的活动量小，能量消耗低，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大量的合成脂肪，日积月累，肥胖也就形成了。在生活中，不少正在进行节食减肥的朋友往往忽略了晚餐节食的重要性，不吃早中午，晚上却大吃一顿，以致身体越减越胖。2. 晚餐与高血脂症。晚餐若采用高蛋白、高油脂、高热量的进食方式，会刺激肝脏制造低密度和极低密度的脂蛋白，从而形成高脂血症。3. 晚餐与高血压。晚餐的内容若偏荤食，加上睡眠时的血流速度减缓，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进而就会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，使外周血管阻力增高，一时血压突然上升，也加速了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。4. 晚餐与糖尿病。长期晚餐过饱，经常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，很容易造成胰岛负担加重，加速老化，进而诱发糖尿病。同时，肥胖也会引发糖尿病。5. 晚餐与动脉粥样硬化。晚餐的饮食若是偏向高脂肪、高热量，就可引起胆固醇增高，并在动脉壁堆积起来，成为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一大原因。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另一个主因是钙质沉积在血管壁内，因此晚餐的剩食、美食、饱食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6. 晚餐与脂肪肝。晚餐若吃太好、吃太饱，血糖和脂肪酸的浓度会加速脂肪的合成，加上晚间的活动量小，也加速脂肪的转化，极易形成脂肪肝。7. 晚餐与急性胰腺炎。晚餐暴饮暴食，再加上饮酒，极易诱发急性胰腺炎，严重发病者甚至会在睡梦中休克猝死。8. 晚餐与老年痴呆症。若长期晚餐吃得太饱，睡觉时胃肠以及附近的肝、胆、胰腺等的器官仍在运作中，使脑部不能休息，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，进而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，加速脑细胞的老化。据统计，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，在老年后会有 20% 以上的几率会罹患老年痴呆症。9. 晚餐与睡眠质量。晚餐的成食、饱食必然造成胃肠、肝、胆、胰等脏器在睡眠时仍不断的工作，且传递信息给大脑，使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中，进而造成多梦、失眠，长期下来就会引发神经衰弱等的疾病。10. 晚餐与尿路结石。人体的排钙尖峰时期在晚餐后的4-5个小时，若晚餐吃太晚，当排钙尖峰期到来的时候，通常已进入了睡眠中。4. 尿路寄留在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等的尿路中，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，只是尿中的钙不断的增加，很容易沉积下来，形成结晶体，长期积累就容易形成结石。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晚上才有时间好好的享用一餐，晚餐通常是最丰盛的。2. 你的晚餐一般几点吃？晚上6点、7点还是8点？这个研究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话来翻译，就是晚餐吃得晚，心梗、脑梗都高发，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。因此，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就要解决掉。中医讲过午不食，睡午就是中午11点到13点。虽然现代人睡的时间明显的晚于古代，
不能做到。但是提醒大家，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就解决，避免晚餐吃得太晚，给身体带来疾病。3. 过了7点，晚餐应该这样吃：一、只吃5分饱。过了7点，肠胃消化的黄金时段已经过去，越减少，胃动力变差。这时候吃晚餐要比正常晚餐吃得更少，最好只有正常晚餐的一半，也就是5分饱。5分饱这种感觉就是刚吃到爽，就要放下筷子停嘴，而且吃得比正常晚餐更慢，因为已经很晚，吃得慢一些，可以把食物咀嚼得更碎，更有利于肠胃的消化，同时也给身体一个反应的时间，让身体体会5分饱的感觉。就是最好不要边吃饭边看视频，边吃饭边说话，这样最影响消化了，必然会增加胃的负担。2. 多以蔬菜和粗粮为主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，就不要再吃大鱼大肉了，这些脂肪和蛋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甚至等你已经熟睡了，身体还在帮你消化这些残食，无疑会导致高血脂、高血压等的疾病。所以这时吃晚餐最好就是吃一点蔬菜加粗粮，这种搭配完全不会加重身体的负担。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加速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，避免癌症的发生。3. 4种不健康的晚餐。1. 加工肉。烤肉是很多肉食动物们的晚餐餐桌上的主角，但是晚餐食用过多的红肠、烤肉等，不仅营养欠佳，还会影响消化。另外，晚餐肉食当道，蔬菜不足，容易引起肥胖，甚至增加乳腺癌、结直肠癌等的恶性肿瘤的风险。因此，晚餐应该尽量的远离烤肉，尽量的用焖、煮、炖等的少油少盐的方法。2. 太辣晚餐。进食麻辣食物有2大的坏处，一是辣椒、花椒、胡椒、大蒜、生姜等的食物对肠胃损害很大。辣椒所含的辣椒碱等的刺激性的特质，会通过刺激人体的舌尖，进而刺激大脑中枢神经和身体各部位的神经末梢，导致心跳加快、体温上升和较长的时间的兴奋感，导致入睡晚和睡眠质量不高。因此，麻辣食物是晚餐的雷区，对患有口腔炎、咽喉炎、气管炎症、消化性溃疡、胃肠炎、胆囊炎、慢性胰腺炎以及高血压等的疾病患者是禁区。3. 喝酒过量。经使人体的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一致，严重时还会破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。啤酒虽然浓度较白酒低，进入胃后可使胃壁减少分泌前列腺素 E， 造成胃黏膜充血和水肿，出现食欲减退、上腹胀满。白酒、啤酒一起喝更可怕，会加速白酒中的酒精在全身的渗透，伤害肝、胃、肠、肾等器官。有人晚餐后大醉不醒，极易在睡梦中出现意外。4. 甜点让腰围变粗。甜点多为高糖或者是高淀粉、高脂的食物，如曲奇、芝士蛋糕、巧克力、饼干等。晚上摄入过量的糖和脂肪，重量较白天却大大的减少，容易引起肥胖，甚至糖类在体内代谢会消耗维生素和矿物质。经常的吃精制糖会造成维生素、钙和钾缺乏等的营养问题。4. 如何打造健康晚餐。1. 晚餐吃到7分饱。7分饱应当是这样一个感觉，胃里还不觉得饱，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所下降，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的变慢，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。当你已经吃到7分饱，就要及时的放下手中的筷子。晚餐时可以使用较小的盘子和饭碗，有助于控制饭量。切记边看电视边吃饭，三心两意容易吃多。2. 晚餐注重补营养。晚餐是为了一天营养查漏补缺的好时机。比如，如果早餐和午餐没有吃粗粮，晚上可以蒸点红薯、南瓜、杂粮粥，不要胡吃海喝，适量的补充即可。3. 晚餐千万别太晚。根据现代人的作息时间，在晚上5点到7点吃饭是比较适宜。
尽量保持每天规律的进餐。晚餐如果吃得太晚，加重消化的负担，会影响睡眠的质量。如果上班族需要加班，也最好是先吃饭再加班。4. 晚餐最好少应酬。中国人习惯在晚上应酬，如果能推掉，可以在上菜的时候每样夹一点到自己的盘中，吃完后就不再夹菜。饭局到了一半就搁下筷子不吃了，有助于控制食欲。如果实在太晚了，已经是晚上9、10点了，马上要睡觉了，最好就不要再吃了。这个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喝一杯热牛奶，加一小把的坚果。热牛奶可以更好的助眠，坚果可以增加一定的饱腹感，并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。这样看来，想要远离疾病的侵袭，晚餐真是太重要了。今晚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亲友，大家互相监督，健康的吃晚餐，才能够吃出健康，吃出长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